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 RT 新出的这一款 MPKO 版的刹车。盒子外包装跟原版差不多的大小，但是外观风会不一样，并没有什么纸品说明书，所以我们直接来看玩具吧。首先配件的内容，车载的小电驴是有带的，上面还配了一个透明的 Spike 小人儿，有一些可动的关节，但是啊，这个透明的材质非常的不好，你看。尤其这些球形关节啊，还有这些转轴的地方，随便一碰就掉了。你在摆可动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掉手掉腿的。这小人真的没做好啊，聊胜于无的东西吧。小摩托车造型上面来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就是涂装感觉这些细节的部分做的并不是很精致，有一些异界的现象。我们把它缩起来。这一块的两个小把手倒是用了韧性的材质啊，还不错。叠一下，把它放回去。我们来看玩具的本体，作为一款纯 K 的版本，尺寸方面跟官方原版是一样的大小。涂装方面，这些细节倒是做的也并没有什么省略，头雕的细节、锐度这些地方也够啊，并没有显得特别的肉。本田的小 logo， 一些小的铭文刻画，车灯同样用了透明材质。模具的精度没啥问题啊，料子了啥来的都可以。说一下把玩的手感啊，肩膀的这个关节感觉这样转的时候会显得有一些紧，感觉就是因为漆面的问题导致的。还有就是侧台的这里，这回做的就相对来说紧实一些了。其实刹车里边的胯是一个双段的关节啊，它里边有两段折，人行的时候要往开扩一些，可动的时候呢往外劈。你得往里折一点点。胯部这里同样是齿轮关节，但是折起来感觉比较生硬。其他方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，偶尔可能会有一些水口吧。还有就是在涂装方面啊，有一些地方稍微的有一点过界，这些插扣插的紧实程度也可以。那我们也是来变形一下吧。首先胳膊往内旋转90度，把肩膀这里拧一下，打开这个盖子，和轮子中间有一个小插扣的定位点，把这里卸开，往下折，把这一片卷进去。用料材质来说，感觉还行吧，稍微偏韧性一点点啊。然后胳膊这里卷一下，拳头也卷起来，打开翅膀。打开腰部这里插扣的背包，整个的延展开，注意根部这里有一个滑槽拉出来它，这地方有一个小细节，顶盖后方这里小心一点啊，这个地方注意一下，并不是水口，这一块应该是鲨鱼鳍，折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轴拉到底，别绊到。脑袋旋转180度，放下去，拆开肩膀下方这里的插扣。腋下两个扣点打松，折一下，然后拨开这一块侧面的插合位置，拉松，放下来，挡风玻璃折起来，翻到下面来，把这一块胳膊卷一下放进去，卷过来的时候再往里转。KO 的版本这一块的轴啊，折起来会有些咯楞咯楞的，来回的调一下。小心一下这一块的根部轴，给我的感觉啊，就像是漆面的问题那种导致的黏黏的感觉。好，把这块调一下，压进去。两条胳膊都调整好之后，这里腰部双关节的往上贴，注意里边的脑袋啊往后拨一下，放好。让这两个肘关节掐到这两个凹槽里面去，脚丫子这里把轮子翻出来，脚后跟收纳，脚尖收纳，然后这里边的一个双关节把它搓进去，压下来，顺着里边的这块面板旋转打开，然后把这一块往前撇，这里边有一个小的插扣，根部的这个轴啊，也是感觉这个漆面黏黏的那种感觉啊。好，撇下来。模具的准度是没问题的，就是感觉漆面
然后顺着大腿这里一 P2 转开它，把这块再收上来，折叠到位。胯部这里就提到里边的这个双关节啊，在车型的时候要往中间聚拢一下，夹一下这一块，哎，这个时候再结合，把它扣住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小臂炮放进去，顺着里边有一个凹孔给它插上。本身来说需要通过这个插扣，我们把臂炮固定在这里。但是 Q 版本感觉这一块插的特别的紧啊，甚至把这一块的边缘都有点撑白痕了。然后另一根电镀的臂炮也插进去，搁在这儿。车载的小电驴全部塞入这个后备箱。嘿嘿，还挺能装的。现在就可以车顶扣合，上方的卡扣结合回来，后备箱的盖子拉下来以后往里推，车门顺着侧面这里盖上来的时候往前推，根部有一个滑槽，再把这里的2个凸点给它放进去，夹住。最后一步还有一个细节，打开前机盖，根部也是一个滑槽，往出拔一下，再往起翘，翻出里边的2个小小的倒车镜。你看这小指甲派上用场了。里边发动机这些内容倒是也有刻画，盖回来。RT 的这个版本，密合的精度啥的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模具都是准的。扣子插的也挺紧实的，一体性很好。而且就说起来 ，MP 的这款刹车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，人形、车型都能做得非常到位。再加上后备箱的这一块强大的收纳空间，以及前方这里的小倒车镜和发动机的细节，甚至都能开车门，前机盖和后备箱的盖子也能打开。再加上涂装这些东西都做得不错，所以我一直认为 MP 的刹车真的回归到了 2.0 时代 MP 小车的那种风味啊，相当的不错。这一回的 RT 版本，大部分的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主要的问题就出在了这个透明的小人身上，这稀里哗啦掉的关节，就像刚才说的，聊胜于无，你全当这个玩意儿不存在就行了。另外一个品控上的问题就是，我感觉漆面有一些发粘，在肩膀的转轴以及腿部变形转轴的时候，就感觉里边漆面咯吱咯吱的那种感觉，可能这个东西不太好形容啊，尤其你在变形的时候，手感上面才能体验得出来。主要也是侧胎胯部的时候不会出现那种轻易的回落下去的现象，而总的来说做的还可以，能玩。但是最近呢也是梅雨季节嘛，尤其南方发潮的这个现象啊，可能也是导致漆面问题的主要原因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的 RT 刹车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